本次测灵活动结束，无人员通过选拔。师兄，我们回宗。等等我也想修仙。哪儿来的臭乞丐？哼，这一身烂泥也敢脏了仙师的眼，给本公子滚！聒噪！本仙师在此，轮得到你来放肆？命悬一线，仍敢博一丝生机？小乞丐，本仙师承诺你，只要手放上去有灵根，青云盟便收你。天灵根居然是极品资质！天灵根，小童恭喜你！你不仅有灵根，还是修天界最上等的极品资质。你可随我们回宗门，只怕掌门和各峰峰主都会抢着收你为徒。什么是天灵根？天灵根在我修仙界又被称之为空灵根，无论什么灵气都能吸收，修炼也不挑功法，突破更是连瓶颈都没有，堪称极品资质的灵根。哦，请问那100两银子的奖赏？什么100两？天灵根必须奖励1000两，给他。我活上来了。仙师，我饿到没力气了。吞下去，这是辟谷丹，吃1颗能饱腹3天。等回了仙门，你便什么都不缺了。谢谢仙师。小师弟，刚才在镇上是我唐突了，往后同入仙门，还望你别往心里去。无知，入了仙门，你便知道天灵根意味着什么。收起你那套凡俗作态，有些人得罪不起。小师弟，这是培元丹，一会儿登青云梯、闯新关都耗灵力，你身子底子弱，提前服上打底，免得撑不住。师姐是哪个封的？师姐是扶风的，不过你这极品天灵根太抢手，各峰峰主怕是会抢破头。我扶风落魄，争不来。谁对我好，我便认谁。我们就送你到这儿了，剩下的路得看你自己的了。稳住心神，莫问前程，莫要强撑。好的，师姐。今弟子立刻踏上青云仙梯，过问新关。中途放弃者，天黑前未达山顶者，原路送返。重，好重！我从烂泥里爬出来，绝不会再滚回去。他怎么还能这么快？终于到了。第1轮登顶者上前排队复试灵根。极品天灵根，100年难遇。孩子，本座乃青云掌门，你可愿做本座亲传弟子，享最顶尖资源？来我剑锋，我剑锋重战上武，必护你周全。我3锋富甲天下，灵药随你当堂吃。若去别的峰，就不给我顶尖修仙资源了吗？你是仙门未来的希望，去哪儿都得给你最顶尖的资源。那我选扶风。扶风可是最弱的一峰啊，且传承一段。你为何执意去那儿？因为苏暖师姐。弟子本是乞儿，临死之际，是苏暖师姐一粒辟谷丹保我性命，否则这上千仙梯，我这具身体根本走不上来。一命3宝，这份恩情，弟子愿舍弃大好前途相报。好，我扶风虽没落，但峰内皆是连苍生的良善之辈，我牧羊倾尽所有教好你。苏暖有功，直接入我扶风内门。既已定下，这天灵根便归你扶风了。赏苏暖3000贡献点，1000灵石。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死贱人，有种大声点儿！
云际，扶风4阶以上的高阶传承，随着我师尊在秘境失踪，已经断了。既然是存在于世的东西，总会找回来的。好，为师就算跑遍修仙界，也要为你找回来。我双灵根自愿入扶风。扶风最没落，你小子疯了！这叫埋骨。扶风有极品天灵根，现在入是雪中送炭，往后想入连门槛都摸不到。好，本座收你为记名弟子，还有谁愿来我扶风，全要了。不错啊，师弟，换了新衣服就是不一样。师尊破格升我入内门了。这处襄阳的洞府灵气最盛，是师尊特意为你留的。师姐，扶风现在一共有多少内门弟子？加上你和前师弟，不超过5个，而且大多还都是散修。师弟，咱们扶风的未来可全靠你崛起了。凭什么靠我一个人？大家一起努力才是。我闭关了，不引气入体，绝不出动。天灵根都这么卷，我凭什么不努力？回洞府！引气入体不过如此。怎么会这样？漏斗丹田，我天灵根连灵气都存不住，拿什么重振扶风？他妈的，就算是漏斗，我也要给你填满！阿云，可是修炼结束了？见过师尊。你是天灵根，3天过去，必然已引气入体。为师在门外放了符道初解、画符工具和储物袋，缺什么随时去库房里。是，弟子记下了。堂堂峰主亲自送东西，要是被发现我是个废丹田，整个扶风的师弟师妹估计能把我活死了。我就不信了！该死，存留率只有2%！这龟速爬行，连杂灵根都不如。终于练气2层了，小师弟天灵根估计都练气4层了吧？剑锋的林峰才练气3层。1个多月了，别人都练气3层了，不能再死磕修为了，必须找个借口。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成了。师弟，你快2个月没出洞府，怎么才练气1层？阿云，你堂堂天灵根，莫非修炼出了岔子？为何不早来找为师？师尊息怒，弟子并未全身心修炼，而是对画符产生了兴趣。这全是你画的！我初阶符箓成符率才30%啊！这是2阶护身灵符，你刚入门，连1阶符都未曾系统学过，怎么画得出来？师尊给的储物袋里有，我照着画就会了。至于那1叠初阶的，1个半前就会了。1阶都没学过，直接画2阶！好孩子，越阶画符，你可真是不到天才。
师尊这就将3阶专属符道完整传承，尽数传你。但你必须答应我，修为绝不可落下。是，弟子定不负师尊厚望。阿云，你画初阶符箓的成符率是多少？10成。10成，妖孽啊！不可如此说你小师弟。2阶符箓呢？目前只有3成，主要太耗灵力了，我修为跟不上。你要知道，你师姐入门10年4灵根资质，炼气5层修为，迄今为止，画1阶上品符箓的成符率也才3成。阿云，我只以为你资质极好，却不想你悟性也极佳。这是为师早就为你们备好的4年修炼资源和功法法术，切记，千万不能因为钻研符道耽误修炼。去吧，徒儿告退。4年了，闭关4年才堪堪突破到炼气3层后期，这漏斗丹田根本填不满。加油，一定要在大比前冲到炼气4层，漏斗丹田，我跟你拼了！阿云，来师尊这里一趟，掌门要见你。一大比不到3个月，掌门要见我，完了！堂堂天灵根天才修成这副样子，怎么出去见人？算了，不行就直接摊牌吧，反正迟早会被人发现，被人嘲笑就嘲笑好。可否告诉师尊，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弟子从入门起，修炼速度便远逊旁人，我怕师尊知道后会厌弃我，所以一直没敢说。你将近5年，寻常天灵根5年已能出到筑基门槛，你竟还卡在炼气4层大圆满，简直荒唐！你呀你，发现异样不早禀报，平白荒废了这5年光阴。除了修炼慢，还有没有别的异常？灵气入体，百才存2，大半都散了。除此之外，弟子没察觉别的不妥。天灵根乃先天道体，便是吃饭睡觉，灵气也会自发往体内钻。你能存住灵气，便说明丹田未曾损毁。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阿西，别紧张，沉下心神，师尊替你探查一番。经脉畅通无碍，可我的灵力竟入不了他的丹田。不成，好好的天灵根苗子绝不能就这么荒废。本座即刻去藏心阁翻遍古籍，定要查出根由。方才掌门在前，为师不得不端着些架子，吓着你了。师尊，为师不是真的怪你，只是若我不跟着沉下脸色，掌门那关你怕是更难过去。我知道师尊都是为了我好，是我自己包袱重，怕被人看不起才一直瞒着。傻孩子，以后再有任何事都必须第一时间告诉师尊。你才18岁，修行路才刚起步，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这是极品生灵丹，你拿回去按时吞服，先尽快突破炼气4层。再过3月便是内门大比，你若不想参加，师尊绝不勉强。多谢师尊，3月大比，弟子必全力以赴。掌门何事如此急迫？吴长老，
即刻取出所有与天灵根相关的古籍，越全越好。莫非是扶风那位天灵根弟子修炼出了异状？入门近5载，为仍卡在炼气3层大圆满。这般极品天赐若就此荒废，传出去，我青云仙门必成整个南域修真界的笑话。5年才练3层，我5行杂灵根都快练起5层了。亏得当初入门时全宗轰动，原来这天灵根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听说了吗？那个天灵根是个废物。可不是嘛，5年了，连咱们杂役峰的扫地小厮都不如。哼，天灵根又如何？空有顶阁资质顶什么用？我3灵根资质，如今已是炼气6层。当初他仗着天灵根的名头，当众无视我的示好，让我颜面尽失。3月后的内门大比，我定要亲手挑战他，把这个高高在上的天才狠狠踩在脚下。炼气4层，终于诞生神识了。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拖我后腿。这不是当初砸死我的那块破陨石？该死的玩意儿！整整5年，我苦修攒下的灵气，全被你这鬼东西吞干净了！我就不信了！你还敢吸我？有本事出来，我一拳给你干碎！是什么鬼地方？这远古修士死透了吧？难道就是这些符文在吸我的灵气？这符文绝对是至宝，记下来，一笔一画都必须记死。越难画，就说明威力越恐怖。我就不信拿不下你！终于成了！哈哈哈哈哈哈！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起！我操！直接炸成渣渣了，这威力也太猛了！你！哈哈哈哈哈！这破坏力绝了！5年灵气为了这破石头值了！空间里那具神躯我养定了，从今天起，这符就叫顶级爆破符。拿着吧，符道修炼耗神，也别太勉强自己。
哟，这不是扶风的天才吗？怎么，知道自己走到哪儿都丢人，走这么快赶着躲回去？你谁？你居然不认识我！临水镇外，同城仙鹤入宗的路上，想起来了吗？哦，原来是跟人一起奚落我富家千金啊！你，扶风的天才果然贵人多忘事！你现在不过是个修炼出了岔子的废柴，也敢在我面前这么嚣张？难不成你主动搭话，我就得感恩戴德原谅你？你别以为我不敢动手！我今天就当众下战书，挑战你！那门大比3月后便开，我正为此准备。你若真想挑战，等大比结束，我应战便是。比，都废成这样了，你还敢参加那门大比？怕不是第1轮就被人抬下来？这天灵根还真敢上场啊！我去，真的假的？我同风师兄就在那武士馆事，云师弟既然要参加，我这就去给你报名。大家都听见了啊，给我作证！我为何不敢？就算战败，也比不战而败强。嘴硬没用，你悠着点，可别在大比上被人打死了。我还等着亲手把你踩在脚下。行，我等着，就怕你到时候没这个本事。云剑，你休要猖狂！那门大比上，我定要你颜面扫地！师尊，弟子拜见。有什么事说。师尊，是我，阿云。阿云，你突破炼气4层了，修为进度可恢复正常了。师尊，其实根本就没有不正常，就是跟上次一样，醉心于符道，耽误修炼进度了。你怎如此糊涂？为师都提醒过你，要以修炼为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钻研符道就会进入浑然忘我的境地。上次我怕师尊骂我，才没敢说。真气死我了！师尊求放过，徒儿知道错了。为师看你嘴里就没一句真话，你才多大点儿，难道就能陷入顿悟状态吗？哼，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突破化神期了呢。徒儿真没骗人，而且这4年时期是一点没浪费，已经有等着看我笑话的弟子替我报名参加门内大比了。师尊，你信我，从今往后再无人小看我扶风。我可以立下军令状，若我做不到，师尊你到时候就当着全仙门弟子的面将我逐出扶风。好，为师信你。压力别太大，大不了咱参加下一次的5年大比。看，还是没信。没事，等到那一日，不信也得信。师尊，我来找你还有些别的事。师尊，能给我点零食吗？你要多少零食？500，就这么点零食？是5000。什么？5000？你要这么多零食做什么？钻研符道，好不好嘛，师尊？人家真的需要，实在不行，2000也行。行，给你5000。师尊万岁！师尊万岁！唉，这孩子性子还是这么毛毛躁的。符道艰深，本就耗神，你偏要一头扎进去。也罢，我倒要看看你能闯出多大的名堂。准备好了没？该随为师前往青云峰了。来了来了！灵力可恢复到最佳状态了。差不多。你啊你，就知道胡闹。师尊够用了，我发誓。不对，为师记得扶风洞外有12棵老榕树，
是当年师祖亲手种下的，为何只剩下10颗了？徒儿不知道那是师祖亲手种下的，修习火系法术的时候不小心点着了2颗，烧没了。烧没了。你可知这扶风洞府之所以灵气这般浓郁，就是因为这12棵树组成的天然聚灵阵所致啊。那少了2棵树，这天然聚灵阵岂不是破坏了？倒也未完全破坏，不过聚灵功效怕是没过往好了。也罢，时候不早了，先去青云峰。若此次大比你表现好，为师便放过你；若连前10都入不了，到时别怪为师跟你算总账。弟子知错了。哼，走吧。10万下品灵石，我来了。穆师妹，大比都开始半个多时辰了，你才姗姗来迟，可是不将此次大比放在眼中。哈哈，他弟子修为出了问题，能来就不错了。好好一个天灵根苗子，被养废喽！死贱人，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我弟子废没废，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哦，莫非修炼进度跟上了？我瞧着，这不还是才炼气4层？难怪师尊骂他死贱人，这嘴的确够欠。好了，大比第1轮已抽完签，各封亲传跳过前3轮。云静，待前面3轮结束，便要下场，可做好了准备。回禀掌门，弟子已做好万全准备。听你师尊说，你是因为醉心符道才耽误修炼，此事可是真的？是。简直是胡闹！符道有什么好研究的？唉，这不是耽误你的好资质吗？哼，果然当初就不该任由他去扶风，我就该给他绑来我剑锋。我剑锋才是战斗主力，这次铁定包揽前3。死贱人，就你会说大话！云师弟醉心符道，可是钻研出什么成果来了？还成，小有成。看来云师弟对这次大比很有信心。一般般吧。李师兄是什么修为？我区区炼气后期而已。炼气7层到9层都叫后期，不肯说实话是吧？行，我也苟着。萧师弟已经突破到炼气9层了吧？李师兄倒是消息灵通。炼气9层，都特他妈是变态吗？还好我有爆破符。阿云，收心观战，积累实战经验。是，师尊。阵法困敌，法器杂人，灵兽消耗，几乎每封都有自己的战斗绝招。我们扶风呢？符箓不能叠加使用，2张一起扔会相互抵消威力。我的爆破符估计也不行。等等，如果把一张完整的爆破符拆分成3种基础符号，这3种符同时画出来，能不能叠加？如果能，只要找到它们之间的简要联系，扶风所有的灵符是不是都能叠加增倍？这是5行炼证。阵皮。阿云，看9号擂台，这就是为师先前跟你提过的那个5行杂灵根弟子。师尊放心，弟子心中有数。第4轮，亲传弟子下场抽签。阵风刘周对阵丹风周荣。别急，扶风云师弟还没抽完，咱还能生出杏仁儿。剑锋沈平安对阵扶风云烬。我感谢云师弟抽中我，也不枉我当初大老远的跑去内任府替你报名参赛。哼，原来是当初那个上赶着给我报名的剑锋弟子。确实，有因才有果，就拿你立威了。第4轮第1场擂台赛，扶风云烬对战剑锋沈平安，即刻开始。小师弟，不若你直接认输。
省得师兄下手重误伤了你。就你这小身板，怕是承受不住师兄手中这把剑的威力。废话真多。这股力量怎么可能？给我破！师兄还想劝我直接认输吗？不，是师兄我该认输了，我不该轻视任何一个对手的。不过也对，你是天灵根，你连修炼都不在乎，专心钻研出来的符箓又怎会弱？那你认输去疗伤吧，以后也不要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多谢桑师弟手下留情。他是用什么招让赵师弟伤成这样的？一张符箓，确定就一张？我发誓，真就一张。2个呼吸的功夫，云逸就重伤对手，赢了比赛。天灵根难道如此难以战胜吗？甚至修为超出大体的境界都做不到吗？我不信。阿云，那可是你自出来的符箓。怎么可能？他才多大点儿啊！你符风的传承都没学全面吧，就能自创出新符箓来？哼，绝无可能。我徒儿刚刚使出的那张符箓，我从未见过，且还很危险，根本就不是普通灵符能散发出的力量。所以，这真是你新荒废修为，自己研究符出来的全新符箓？没错。我先前跟师尊说，4年时间荒废了修炼，不是在骗人，而是我悟出了一种全新力量的符箓传承。我称之这种力量为禁忌之力。刚刚那张符，我取名为爆破符。阿云，符箓传承都是一整套的，你才一张，算不上是符箓传承，只算研究出了一种新品符箓。可是师尊，我研究的就是完整爆破符传承啊！你的意思是？你研究出来的符箓不止刚刚那一种？对啊，刚刚那只是一张2阶爆破符，我还有其他的，另外还有时间不够没实验出来的啊。师尊疼。对不起阿云，师尊不是故意的，就是太过于激动了。你倒是捡了个好弟子！这该死的悔不当初是怎么回事？我就该拼死相争，也要把天理绑回我剑锋的。有没有可能，我家阿云是天生的符修苗子，只有在符风才能激发他这种悟性？屁！天才在哪儿都能发光。若是来我剑锋，我剑锋传承中最难修炼的天卷调，早被他悟透修炼出剑气来了。比赛继续，莫要耽误时间。柳师妹不是要公然挑战云烨师弟吗？等大比结束，我们可是等着看热闹。哼，自不量力。就柳师妹这样的，就算比云师弟修为高，这也不够人家一张符箓炸的呀。阿云，这些弟子都在忌惮你。我扶风这次算是出了大风头了。师尊，后面的比试，我符箓的威力，若是不小心把对手打死了，算残骸同门吗？你还能有这种本事？这可是擂台赛，不小心打死又不是故意的，最多算误杀。不过你最好别这么干，万一判定你是故意的，可是要被带走受罚思过的。好吧，我知道了。那一会儿打架前，我先问一句对手要不要直接认输，要是人家不认，那绝对就不是我故意的了。
我认输，我极其不甘心，但我不敢上。云姐，我认输。李师兄，这是抽中了谁？什么？那个五行杂灵根的黑马，我完全没了解过他呀。恭喜李师兄，抽中了本次大比冲刺的最猛烈的那匹黑马。人家那叫低调。我抽中了灵兽风，你呢？阵风。阵修很难对付，师弟多加小心。云师弟，等我布完阵你再出手成吗？我就想看看我的归元阵能扛住你先前那张符箓的威力吗？行，你请便。你这阵风弟子倒是够狡猾，欺负我家阿云单纯好骗呢。兵不厌诈，老夫还担心我那阵风的好苗子被你那弟子给伤到了呢。云师弟对战，切记不要太过于轻信对方。哦，我记下了。去！我阵风的3阶防御阵可没那么好破。3阶的，那就上3阶爆破符，1张不够，拍2张。扶风云焰上！天灵根若是好对付，就不是天灵根了。阵修可真狡猾，刚那2张符箓威力居然恐怖如斯。嘿嘿，师尊，这是用3阶符纸画出来的。你都能越阶画3阶符箓了？画不了，只能将爆破符绘制在3阶符箓上。其他符风的3阶灵符太过于消耗灵力，我根本画不出一张完整的来。那为何你这爆破符可以？我也不知道，画爆破符虽然也消耗灵力，却没其他3阶符箓那般消耗巨大。阿云，你要知道，便是炼气大圆满修士，都不一定能画得出3阶符箓来。你苏暖师姐炼气后期最高，也才画得出2阶中品符箓。第6轮擂台赛结束，半决赛开始，每人抽签1次，选出抽签方和被抽选方。我抽中备选方。我也是备选方，成功避开云师弟，感谢祖师爷保佑。萧师兄，你抽中哪一方？连眉毛都不曾有。备选方。你运气也不错。沈师兄，你呢？我是抽签方。祖师爷保佑，请不要让我这么快遇上沈师兄你。云烟师弟不必如此，你那3阶符箓同样让我忌惮不发。我也不想这么早遇到你。打到现在，我已算是尽了全力，怕是无缘下一轮了。第1场决赛，剑锋削裂对战药风莫苍。妈呀，这药怎么修习的？全是毒功，咋不改名叫毒风呢？萧凌师兄，你可一定要赢啊！这妖精给我收了！
借助外力，永远无法战胜自身实力。我认输。那是因为你修习的还不到位，也是借助外力与人交战。若遇到云燕师弟，我只有50%几率战胜他。第2轮决赛，剑锋沈墨对战丹凤唐月。唐师姐，你可一定要为我报仇啊！我怎么觉得这位沈师兄会赢呢？这小子居然真能闯入前10，看来老夫收他为亲传弟子的承诺要兑现了。死贱人！哼！师尊，仙门内有没有林师兄修习的那种火系功法供我修习啊？怎么，终于对功法感兴趣了？师尊，你看那些毒蛇，多恶不驯，对那些毒虫毒蛇无动于衷，太可怕了！哼，有甚可怕的？为师我只需要一根手指头，就能杀死那些毒虫毒蛇，才不怕。我这不是想提升实力才询问您功法的事情吗？为师这不是恨铁不成钢吗？那到底有没有吗？我一看到那些毒物就浑身起猪皮疙瘩，还腿软，救救孩子吧！有你天灵根，不挑功法，什么系都能练。若想修习克制毒物的火系功法，为师倒有个助你速成的主意。什么主意？门内库房中有一株变异灵火，若用他的本源灵火融合这异火，会让他实力大增。你们若是对上，他绝不会对你留手。那我也不对他留手。可你已经在前几轮展露了底牌，连3节爆破符都扔出去了，难道还有更厉害的不成？我还真有啊！第3场决赛，气风李2年对战胡风云燕。阿云，小心了！气风都是体修变态，身躯硬的跟钢铁一般。师尊放心，我会注意的。云逸师弟，承让。让不起，感觉防御符都能被锤破。实际上，不错。妈的，这就是体修的可怕吗？我这张底牌符箓，如果用了，会误杀你。打个商量，你认输，我收手。云师弟，当真？我可立下新模式，若有半句虚言，修为尽毁。新模式都敢发？行，我信你。但师弟，你得答应我，大比结束后，将你说的底牌符箓使给我看。我认输。这你胜券在握，可别被忽悠了啊！确定认输吗？云逸师弟都发誓了，我信他。此轮比赛，扶风云逸胜。穆青逸，你这小弟子最好没欺骗我那老实巴交的弟子，否则……来，你当年没偷陆师姐洗澡，我又不是故意要看的，是无意中闯进去的。看你就不敢发新模式，我弟子却敢，说明他内心坦荡。行，我气风认了。云燕，你真有能杀死李二牛的符箓？他可是炼气大圆满，肉身炼体也大圆满的弟子。不死也重伤，搞不好会废。你没吹牛？我感觉萧师兄能逼我出手，这张符箓到时候您就能亲眼看到了。师尊，大比结束后，我还想炼体。你确定炼体的过程是无比煎熬难忍的？越往后越痛苦，熬不过去，就算不死也会废。师尊，我想……行，等大比结束后，我替你寻来门内最上层的断体功法。谢谢师尊，师尊最好。专心看比赛。最后3强已决出，请萧烈、云烨、顾连月上前抽签。比斗开始。阵起。
这是邪术！你用邪术杀死了我亲传弟子萧烈。云烨，你是天灵根，本座一直视你为青云仙门未来的希望，可你却修习邪术。师尊，我没有，这不是邪术，这只是符箓的力量。阿云，不是的，修仙界根本没有威力这般可怖的符箓，连我们都感到威胁的力量，不可能出自你一个小修。你告诉为师，这邪术是从何处学来的？师尊，这真的不是邪术，我不可能修习邪术，请你相信我。为师没法信你，掌门他们也没办法信你。云烨，你修习邪术杀害同门，毁坏仙门根基！来人，拿下他！不是这样的，我没有杀萧凌。等等，我明明说好了，要先问萧凌要不要认输，再动用顶级爆破符。我刚刚明明没有问，还在，没有被用掉，这还是幻境。狗，都他妈是狗，我他妈要废了你！给我滚下去！这是你让我活不尽痛苦和恐怖的代价。若不是顾及这是同门比试，我必废你。他已经收住了。若用破阵那张符箓，你人已经没了。唉，尽快疗伤恢复。比试第一，别想了。此战，扶风云燕胜！我讨厌郑修一辈子。乖，不哭了。将我徒儿伤成那副模样，我都没说什么。你徒儿都打赢了，还瞪我？哼！阿云，这就是成长。便是你不在门内遇到幻境，往后出去历练也会遇到。有的人甚至一生都被困死在其中。这是真的吗？提前遇到，能助力你心性坚韧。往后咱遇到同级别的幻阵，咱就有经验了，不是？快别哭了啊！全青云仙门的弟子都在看着你呢。师尊，若是我的符箓威力太大，不小心把人炸死了，会被当作是邪修吗？阿云为何会如此问？可是刚刚在幻境中经历过什么？难道太强了也是一种过错吗？我不认。你是被幻境影响了，你用的是符箓，不是邪术。你可知4阶以上的符箓能对付金丹修士，7阶以上连元婴期都得避其锋芒，最顶尖的9阶符箓战化神期都不在话下。云烨可是恢复了，无甚可笑的。想当初咱初入仙门，谁还没被震修的苦过？我阵法传承就是如此强大。我扶风迟早研究出破阵符，专门克制你们震修。小伙子口气不小，你若真研究出来造福苍生，我阵风自愿低你扶风一头。不可，云烨，你不可再因钻研符道耽误修炼。你可是天灵根，10年一次的4大仙门大比，还有5年就开启了，到时候正是扬我青云仙宗威名之时。谁敢耽误天灵根修炼，本座跟谁急！老夫也挺好奇，本次大比最终会花落谁家？阿云，去吧，别紧张也别怕，一切有为师在。是师尊，徒儿必然全力以赴。萧师兄，我手中有张底牌符箓，威力无穷，可能会误杀我废了你，可免遭伤害。谢师弟提醒。不过我剑修就没有不战而败的先例。师弟出手吧，但死无悔。那我们就一招定胜负，请。师兄准备好了吗？师弟，出手吧，出手吧。那可是2件高阶防御法器啊，居然全部崩碎了！好强，还好我认输了。这张符的威力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师兄还不认输吗？师尊答应我，
只要我拿到此次大比第一，就替我从掌门那儿争取异火。我需要那株异火，所以我必须要赢。我师尊也答应过我，我也需要那株异火。这么厉害的符箓，他居然不止一张！既然师兄不愿认输，那便继续吧。骁烈云静，若你们只是为了异火相争，大可不必如此。宗门库房确实只有一株异火，我偏要如此。那株异火，我骁烈要定了。我也要定了。你们先听本座说完。我宗门锦地中还有一只会自己跑掉的异火，名为苍穹异火。本座带你们去收服，谁有本事收服归谁，如何？不如何？我剑锋弟子绝不不战而败。我也不如何，我还缺灵石，那1000块中品灵石的奖励，我要定。你们这些逆子！行吧，本座不管了，你们要打就打，死了废了，别怪本座没好心提醒过。好一个绝不不战而败！骁烈，我剑锋以你为荣。萧师叔加油！扬我剑锋意志，虽败犹荣。我扶风亲传大师哥，你是我扶风弟子眼中永远的神，一直必胜！当亲传碾压他们，击破他们。既然如此，那便开始吧。行云剑法第9式，一剑破万法。是剑意，这小子才练气后期就领悟了剑意。我，云逸师弟，我不再拘你的符箓了。哦，是吗？我还有3张哦，这一次我不会跟你慢慢耗了。承受暴击吧你！兄弟，不说好了只剩下3张了吗？哦，刚那种只剩3张，但我还有别的符箓。一剑破万法！大罗一法。此次门内大比，云烨第1，骁烈第2。骁烈，你可认？多谢掌门出手相救，弟子战败。好，我剑锋弟子虽败给了扶风弟子，却输得心服口服。此次大比名次已出，所有排名前10弟子依次上前领取奖励。云烨、萧令，弟子在。你2人不要法宝奖励，只要异火。本座说话算话。你2人先领取灵石丹药奖励，待伤势恢复后前来青云峰寻本座。本座带你2人去禁地收取异火，谁收服了算谁的。库房那株宝鼎，另外那人可有异议？没有异议。弟子沈墨见过掌门。沈墨，你是此次大比中除云剑之外最让本座深感意外的弟子。仅凭炼气6层的实力，一路从杂役冲到内门第4，你上前可是对奖励有异议？是，弟子想争取一番。若萧师兄和云烨师弟收服异火未能成功，可否让弟子也收服试试？弟子也想争取一番，还请掌门成全。行吧，若萧烈和云燕2位弟子都没能收服那株异火成功，也给你2人一次机会。多谢掌门成全。看来这异火真的是好东西啊，捡漏的都排起队了。不过无所谓，大比第1宗库房那株宝鼎是我的。阿云，来，1000中品灵石到手，还有1颗上品筑基丹，拿好了。筑基丹，不错，这都是本次大比第1的奖励，归你了。可是师尊，我天灵根不是说突破没有瓶颈吗？用得上筑基丹吗？你可以不用，直接天道筑基，但也怕突破时出现故障。留1颗在手上，有备无患吗？也是。好，那我先收下了。嘿嘿，师尊，我做到了。好，
此次过后，我扶风总算是扬眉吐气了。为师一会儿就去找掌门申请，提高我扶风弟子资源待遇。阿云，接下来可要专心修炼了啊！长母将未来4大仙门大比的希望，可全放你和萧烈、石墨、顾连月这几位弟子身上了。只要练不死，就继续往死里练吧。炼体炼化异火对实力也有增长，只能一步一步来了。这场比试赢得漂亮，回来的感觉真踏实。还好赢了，师尊提都没提跟我算账的事儿。不过这术真影响到聚灵效果了吗？感觉差别不大。哼，难道是因为我是天灵根，不挑灵气？阿云，剑锋萧烈和阵风顾连月伤势已经恢复，掌门师兄让你去青云峰一趟，带你4人去禁地收复异火。走吧，为师送你过去。唉，炼气4层连御剑飞行都做不到，往后为师都不敢放你离开宗门区域。我自己也不敢出去，外面太危险。我要留在宗门内猥琐发育，等我变强大了，再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进入后，本座带你们入异火藏身的洞府内。萧炼、云燕，你2人且各凭本事了。待你2人无法收服，顾灵月、沈墨，你2人一样如此。是，谨遵掌门吩咐。掌门，这就是那株异火了吗？不错，孽障东西，早些年这块秘境带回，一经放出就逃跑，他宁可自毁熄灭，也不愿被人收复。如今这株异火威力已不足当初3成实力。上任掌门都强迫不了的异火，只能靠你们自身说服他跟你们走。云燕师弟，你大比第一，你先来。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心里没底，所以想让我先去打个样。小火火，这暗无天日的山洞待得多无聊啊！不然跟我出去看看世界呗。我知你名为苍穹，诞生于上古时期，青云仙门剑锋弟子萧烈。若你认我为主，我愿花毕生光阴将你恢复为完整的苍穹异火。看来这异火软硬不吃啊。若你愿被我收服，这株5行灵火，我可送与你。不知好歹，先礼后兵，既然好好说没用，那便动手吧。刀归谁？行这人一剑破万法。操！忘记给自己补顶尖爆破符了，全用光了。如今身上只有2阶、3阶的，没底牌了，凑合用吧。云师弟，你怎么做到的？他自己钻进来的，难道是被我的爆怕符吓投降了？好，好，这孽障总甩就地炼化，守得青云仙从孽洞跑出来。是，掌门师兄，还请为弟子孤法。师尊，我不服。原本再等等，我便能悄然潜入，强行收复这苍穹异火。这么快就炼化了？让掌门和几位兄久等了。此事已了，你们3人自行归去。萧烈，随我去库房取你的异火。沈师兄，等等，那个带我一程呗。我师尊怕我乱跑，没给我备飞行法器。师弟，上来吧。你千万别掉下去。云师弟，师兄有事相求，你手中威力最大的那种符箓，可否授予我一张？
我要去一处险地寻机缘。不行，我师尊交代过，那符箓威力太强，绝不能流落外人手中。我可立下新模式，只做防身自用，绝不转交他人，也绝不滥杀无辜。沈师兄，你可有五行剑阵的完整阵法图？云烨师弟对五行剑阵感兴趣？我愿用一张顶阶爆破符换你的完整阵图，外加赠送你2张破除换阵用的3阶爆破符，如何？好，成交。3日后，沈师兄来我洞府外找我交易。别怕，只是一具没有生机的遗骸而已。什么？你说它不是死物，是活的？阿金可是回来了。师尊请进。这是你要的火系功法和炼体功法。为师为你收集而来，有好几种，但你不能修杂了，只能分别选一种精炼。小伙，不然你自己选。这一伙就算有灵智，难道还能读懂功法不成？玩呢你！师尊，你可别小看他，他前主人可是上界炎帝啊！上界炎帝，人家萧烈亲口说的。小伙觉得这本更适合我，那就这本了。可这功法残缺。师尊，徒儿又不是主修火系功法。我是辅修，好吧，当他是辅系功法修的，万一以后运气好，找到后续功法了呢，对吧，小伙？阿云，你确定要修这九转天火诀吗？那是一处上古秘境，里头危机四伏，每回秘境开放，100人入内，能走出来却只有几位哟。师尊不必担心，我比谁都怕死，在实力没有达到觉得外出会很安全的地步。为师巴不得你这样，也好，你既然想修，便修吧。云师弟，沈师兄，这洞府位置不错，环境也幽静。我师尊专程为我挑选的。对了，沈师兄，你可成剑锋亲传弟子了？并未，入门前我已拜有师尊，立誓此生只为他一人之徒。原来如此。这2张是3阶爆破符，这张是顶阶的。这2种符箓有相似之处。课本就是我从顶阶爆破符上拆开画出来的呀！这小子的画符天赋可真是令人惊叹。云师弟的符道天赋真是令在下佩服。这便是五行阵图，不愧是五行剑阵。沈师兄，你乃五行杂灵根，我师尊给了我一样五行法器，很适合你用。如果师兄有能让我看上的东西，我可以跟你换哦。师弟可需要丹方？我对学炼丹不感兴趣，可有与符道有关的？此次险地探寻异火，危机重重，若能多一张体牌。师弟且看，这是我误闯入一处已作画的化神前辈洞府所获的几张失去灵力的残符箓了。这破损的太严重了，连完整的符文走向都断了。沈师兄，这残符价值不够我这五行法器，你还有别的物件补渣加吗？这是我在那化神洞府寻得的异石，无法炼化，不知品类。师弟若感兴趣，萧和陨石空间居然同时产生了共鸣，这石头绝非凡品。这是3阶金刚符，算我赞助你防身的。日后有符道相关的好东西，随时找我。多谢云师弟，告辞。
什么情况？什么地震了？这石头竟能修复并扩张阵方空间。小伙，你发现了什么？被打碎的上古法器，先收来再说。云师弟，我和苏暖师姐约了去探寻秘境，你可要同去？师尊不许我外出，我修为太低，怕拖后腿。也是，最近暗修猖獗，专盯咱们这些天才，师弟还是留在门内安全。师兄，其中一半给苏师姐，剩下的你们分。里面有几十张高阶爆破符，务必贴身带好，注意安全。师弟放心，我定亲手交到苏师姐手上。拆分出的第二种符号威力比第一种强了2成，那第3种呢？好霸道的力量，必须找机会试。发生什么事了？为何满山白帆？玉清川、苏暖师姐和陈师兄他们在秘境遭遇邪修伏击，已经陨落了。钱师兄重伤，刚被剑锋石墨师兄带回。阿云，证据确凿，是邪修所为。苏师姐的仇，归我报。师尊，我要去剑锋验遗物。这是苏师姐和陈师兄的遗物，原封未动。我给钱多宝转交的几十张高阶爆破符，一张都不剩了。云师弟，你深夜来此查查，可是怀疑我见财起心，害了他们。还请师兄莫怪，我只难以接受现实。你能将苏师姐他们的遗体带回，我已经很感激了。回宗门后，掌门与风族已爬问过我，我对残杀同门并无兴趣。我追寻的只有成仙大道。师兄可探查过，凶手是魔门中具体哪一派？不知。多谢师兄告知，我先回了。都怪我，是我没保护好苏师姐。去秘境的路上，师姐还一直念叨着云师弟你的情谊。出门在外，谁能料到这等祸事？所有扶风内外门弟子听令，见过亲传大师兄。2位同门的丧礼已毕，扶风的未来还得靠我们。这2个月，我研发出一种能加强所有符箓威能的绝学，你们必须给我死死学透，往后出门多一条命。钱多宝伤姐，伤愈之后，此事交由你2人督办。若有外门弟在此次修行中展现天赋，我亲自向尊申请破格入内门。我等必誓死修行符道，绝不外传。苏师姐，陈师兄，阿云把完整的传承画给你们看。阿云，你这收尾的符号，竟能让高阶爆破符的威力再上几层楼。悉心钻研所得，算不得完整符文。师尊，这符志的传承交于您了。你且安心闭关，提升实力。缺什么炼资源，直接去库房。多谢师尊，弟子这便去关。5年了，耗费百善灵石，老子终于突破到炼气后期了。这吞进的空间真是穷死我啊！云师弟一直催着要货呢。要什么符？2阶爆破符100张，3阶50张。
还有扶风的加强版2阶攻击符，各要100张。加强版攻击符让其他弟子画，爆破符我接了，10日后来我洞府拿货。成。这第二枚符文的威压比爆破符恐怖太多了。再来，给我破完整的符文之力，给我下！乌龙翻身啦！大家快跑！救命啊！扶风地震啦！哪个不知死活的，半夜不睡觉跑来我扶风撒野？师尊，是我。阿云，你怎会在此？这动静，莫非是你造成的？师尊，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测试一下新符箓的威力，谁知风头都歪了。阿云，宗门内每一座风头都有灵脉，你若真将风头毁了，你得赔宗门一座灵矿才够。这不是没毁吗？虽然歪了，但还能住。好在山脚只有灵田，这一季灵道被山石压坏，损失2万灵石，师尊赔得起。但风头歪了，掌门必定找你算账。你到底测试了什么符箓？是我新研发的，比大力符威力大出数倍，有排山倒海之威能。此事为师替你担下，就说我测试法术所致。你速回洞府备战。多谢师尊。古神之力毁天灭地，爆破符和排山倒海符都在手指上，那古神干架时防御力难道凝聚在掌心？防御符文还得等，先多画点加强版金刚符凑合吧。阿云，速来青云峰主殿，掌门有请。萧师兄，那位断臂的师兄是谁？气场好强。那是剑锋亲传大师兄古飞扬，风系丹灵根的天之骄子。10年前的仙门大比，他被天剑门的一位剑修削断了左臂，他也削了对方一只耳朵，两人打成平手，约定10年后再战。为了报仇，大师兄应声压制境界，至今未突破筑基。真是个狠人。那对面那个抱剑的呢？那是今年新内门第一剑锋亲传5弟子冷月长。萧师兄，那你在这剑锋亲传里到底排第几啊？排行第6。2师兄、3师兄和4师兄都是筑基修士，一直在外历练，我都不曾见过。哼，别说，你们剑锋弟子颜值都挺不错的。这位大师兄风光霁月，气质非凡。还有那剑锋老五，长得跟个妖孽似的，比女人还漂亮。这话你可别当武师峰面说，否则必然找你单挑。怕他不成？此次参与大比的都是每个仙门最拿得出手的新生代弟子，4大仙门中皆有顶尖绝学传承。掌门，请问4大仙门大比赢了可有彩头？自是有的，仅限排名前3弟子。奖励颇重，其余前10弟子奖励虽也丰厚，却跟前3没法比。掌门师伯，可否说前3都有些什么奖励？此次大比前3方奖励的都是上品灵石，头名足足奖励1000上品灵石，第2名500块，第3名100块。那可是足足1000万下品灵石啊！赢了就能暴富。小云烨，5年时间过去。修为才练气后期，可是又荒废修炼时间钻研符道去了。是钻研符道去了，没错。但我觉得此次大比我没什么问题。哦，可有信心冲击前3？这不好说啊，得看对手强不强啊。若没拿下前3，某座主峰歪掉的事情，本座定会与罪魁祸首算总账。我青云峰还有一座空置的奢华主峰，若你这次能拿下第1，本座就将此峰让与你扶风。我会尽力的，但要是对手太强，我也干不过。
云师弟，可否再交换一张顶级爆炮符与我？沈师兄要用来作何？我前些年结下不少仇家，此次离开宗门，我单独出门前往太乙仙门再取。哥，加强版金刚符我也可以运几只防身用，直接送你吧。此次该交代的都交代清楚了，3日后出发，都退下吧。是，掌门，弟子告退。去云师弟洞府吧，我有一样东西想拿给云师弟。也好。沈师弟这是要去哪儿？可有空？师姐找你有些事。我和师姐并不相熟，师姐找我能有什么事？月灵秘境那场灾，是因你取走了那强大魔修想要的异火，才导致的，对吧？我听不懂师姐在说什么，在下还有要事处理。师姐若找我有事，待此次大比结束后再约，如何？好，那便到时再约。这女人看我的眼神怎么跟看情敌似的？气运之子的桃花寨，别牵连我！师兄师姐若是有事，沈师兄可与我另约时间。不必，就现在吧。云师弟，可是我眼花，这符风看有些往西边倾斜。是我师尊施法不小心打歪的。这才几年功夫，竟能钻研出将主峰打歪的符箓，此子深不可测。洞府内就不方便请师兄进去了，就在这石桌前，我给师兄泡壶灵茶吧。茶就不喝了，这个给你。里头有3种5阶符箓是完整的，恰好我符风断了4阶以上的传承。沈师兄，走，我带你去找师尊。这本书与我无用，说好送给师弟便是送，没打算用来交换。可你就这般白送我？这是顶阶和3阶爆破符，还有加强版金刚符，就当交易。日后若再遇到符道传承，同我交易便是。好，日后有缘，尽数替师弟取来。告辞。师尊，那位扶风小师弟画符倒是认真，小小年纪，天资非凡。哈哈哈！若你此次大比拿下前3，击破星关，回宗门后，为师亲自去扶风为你提亲。啊！师尊别闹了，弟子纯粹好奇他的符箓。哈哈，好奇便去看看。那小子与我剑锋有缘，想当年为师也是风韵犹存。太玄门弟子袍，发生何事了？前辈救命！我等在前方台龙山脉遭遇魔修伏击，门内长老正拼死拖住他们。对方实力如何？2位结丹魔修，3位筑基，还有若干炼气后期。前辈快！老夫如何能信你们？万一你们是魔修假扮的正道弟子呢？前辈，这是我太玄门弟子令牌，还请查看。对抗魔修，我正道宗门人人有责。只是老夫身后弟子实力弱小，且皆为我青云门未来抵御，怕是做不到全力出手。能出手相救就不错了，咋的？还嫌弃人少啊？在下只是担心去的人少，救不回我们长老和一众弟子，还牵累了想抢救之人，还请前辈带人一起前往相救，弟子拜谢。否则若见死不救，只怕传出去，贵泛名声会不好听，为正道所不容。你这魔门弟子，居然敢冒充我正道人士，坑害我们！
小云影，你怎知他是魔修，想坑害我们？就是，可有何依据？修仙界可是禁止滥杀无辜。他们要不是魔修，又怎会道德绑架我们前去相救？若是正道人士，怎会说得出口这么可恶的话来？所以，他们肯定是魔修。云师弟行事草率了些，若那二人真是太玄门弟子，师弟又该如何自处？回头若是被太玄门知晓与我们为敌，怕是要为门内惹下滔天大祸。这位师姐，你可有想过，他们其他人或许已经全部被弃，他二人是受威胁前来引诱我们上钩的。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二人是魔修？我无需证明。滔天大祸，夸张了。我青云门此次出行都派出3位金丹真人，数十位筑基弟子护送，他们却只有派出2个。是太玄门弟子不够贵重，还是金丹长老过于稀少了？敢道德绑架我青云门，就是在冒犯我青云门。作为青云门的一员，我更倾向于优先保护好我同门师兄弟姐妹，而不是多管闲事。够了！小云英说的有道理，这二人来路不明，确实不可信。且那二人言语确实让人听了不舒服，有要挟意味，不就是对的。但小云英下次行事不可鲁莽，无故杀人是不对的。云师弟所为就是在滥杀无辜，按仙门规矩处置，会被执法堂判服刑10年4过呀！出门在外，防范之心不可无。我仍认为云师弟没错。何至于此？云师弟也是出于为大家的安危考虑，就冲着他们出言冒犯我青云门，即便云师弟不出手，我也会出手。你们是偏袒他！偏袒我？我怎么觉得是这位师姐，你看我不顺眼，在恶意针对我呢？我跟你又不熟，为何要针对你？谁知道你大脑有什么大病？你放肆！你恶意辱骂我，等回仙门后，我必然上报给执法堂，告你不敬尊长。你是阵风亲传，我是扶风亲传，请问我算对你哪门子的不敬？论起来，我扶风就我一位亲传。前面可是太玄门吴长老和胡长老。不错，是我二人。胡真人，你太玄门可有弟子走散？并未。江真人为何这般问？那你们可路遇魔门弟子半路拦截飞尊求救？莫非你青云门也遇见了？在下正要带弟子前往前面腾龙山脉救人，江真人也要一起。哈哈哈哈哈！阵风的蓝丫头可听清，辨别事情来龙去脉了。江真人这是在打什么哑谜？魔门庶子，还不快速速现形！胡真人误会，这人在假冒天天剑门弟子，意图引诱我们前往腾龙山脉。呵，禀告师尊，他二人皆为散修，只怕被魔门买通，专做这引诱行当。这要是提前设立魔门大阵，引诱我们过去，只怕后果不堪设想啊！无妨，魔门小道儿早被我门下弟子一眼识破。避嫌之恩无以为报，不过一些黄白之物，还望莫要嫌弃。好，那我便替门内弟子收下了，回头交与他。既然遇上，那便结伴而行吧。小师弟是如何看出那二人有问题的？啊？我没看出来啊。我就是见不得道德绑架，谁敢道德绑架我，我就杀谁。啊？到底何谓道德绑架？
就是以道德为名绑定你，必须要做我说的事情，否则你就是在违背道德，是恶人。我悟了，往后药峰弟子谁再出口说，反正我毒蛇多，借他们几条也不会少块肉，去他的，直接开干！我也悟了，多谢云师弟解惑。以后谁再跟老子哭穷，让老子免费帮忙练气，老子肯定不干，都去他的道德绑架！老子多画了些加强版金刚符，有需要的50块零食一张，先到先得。我要云师弟给我10张。限狗5张。也好，这是250块零食。6张。好，多谢师弟慷慨解囊。就6张，300零食，请笑纳。古师兄，你这要参加生死斗的人，难道不需要来几张金刚符吗？多谢云师弟好意，但我剑修依靠外力护身，易遭人耻笑。可古师兄有没有想过，你即将要参与的是生死斗？万一火拼之际，对手为了保命，关键时刻动用外力防身斩杀于你，却并不妨碍本次大比规则，你又该如何自处？我知晓你们剑修心怀坦荡，但若对手依靠外力，你备点防身敌宝也不丢人。在我伏修看来，没什么比性命更重要。小云也言之有理，汾阳，若可以，为师希望你活。是，师尊。弟子愿意买防护符备着。大圣，小师弟这给的内部价，若往外售卖加强版金刚符，都80块零食一张的。于师弟，快看，下面就是太乙坊室，好大！太乙仙门与天剑门弟子多有傲气，若遇上了，无必要不结仇；若战，也不必怕事。你怎知？小师弟亲手画的符箓在其他峰几乎有价无市，那师弟可有买些备着？并未。当年师兄我便是与天剑门上官扶松结下的梁子。古师兄可否细说？他醉酒诋毁我青云门剑术，我当众教训了他。那一战，他失去一只耳朵，我失去一条胳膊。双方心中有气，便约了10年后的生死斗。听起来此人品行一般。师兄，这张顶级爆破符你拿着，用不上再还我。用不上再还我。这天剑门弟子怕是遭了大难。青云门弟子敢看我天剑门笑话，你们有种给我等着！没种，不等，没资格。可敢报上名来？不报，你不配。下次你2人再想看热闹，记得蒙住脸，否则出门小心被套了麻袋。小师弟适可而止。那我回房画符去了。那我也回房修炼去了。青云门古飞凉，此次可有前来应我生死斗？不会不战而逃了吧？什么东西，也配跟我大师兄叫嚣？滚！小师弟，你这张嘴啊，敢出言贬低青云门，我敌视他一辈子。你可知你3两语会为我青云门招来大祸？我只知我青云门被挑衅到头上来了，还不反击，往后我青云门弟子行走在外，会头都抬不起来。修仙心境不过过，有碍我道途，我可不会憋着。你好了，云师弟言之有理，我青云门虽势弱，但门下弟子脊梁不能断，一味忍让并非长久之计。我看其他仙门居所都未开启防御阵，可是发生什么事了？我刚在外面也被天剑门弟子偷袭了，我用我一火反击，太乙仙门管事出面逼我们息事宁人。这些无耻之徒居然还敢玩阴的，真是不要脸！还好师弟你没受伤，不然云师弟肯定气死了。
我受伤，他为何会气死啊？